好，我是背包鼠，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讲灵魂托管，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是我这些年自己的一个人生感悟，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也有所帮助。那么在讲灵魂托管之前呢，我要先讲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的作者呢叫做朗达·拜恩，她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然后在她50岁这一年呢，就遇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她的爸爸去世了，对她的打击非常的大。而且在当时，他的身体健康、他的工作还有他的家庭也都相继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就整个人是一个非常崩溃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就想帮助他嘛，就给他送了一本书，叫做《成功的科学》。核心呢就是讲你心里是怎么样想的，人生就会慢慢的变成那个样子。然后他就按照书里的一些方法做了以后，发现人生真的发生了改变。后来他就把这本书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叫做《秘密》。他就把书里那种古老的思想呢，用现代电影的方式拍了出来，然后还邀请了一些就是当时很厉害的一些名人，还有一些很火的明星，就去讲他们是因为吸引力法则这个秘密呢才取得成功的，而且每个片段都很短，很有画面感。比如有的人想着支票，然后他就真的收到支票了；有的人想着车位，然后他的车子一开进去，就真的有一个空的车位。这个纪录片呢，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其实吸引力法则这种心能创造现实的说法呢，从古至今都有。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圣经。凡祈求的就得住，佛教里面也有类似的概念，有讲一切唯心造，世界是你的心投射出来的。另外像很火的书籍，比如那个思考致富，还有心灵的力量，差不多都在说这个事情。简单来说呢，就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心想事成。人类最原始的焦虑就是无法控制未来，像是疾病啊、失败啊、被抛弃啊、贫穷，这些事情都让人感到痛苦，而因为都无法控制，所以才会感到焦虑，无能为力。而吸引力法则给了一种控制的幻觉，就是只要我想对了，命运就会听我的。我虽然无法控制我的命运，但是我可以主动的去控制我的想法。心理学把这种感觉叫做内在控制感，就是拥有这种内在控制感的人就会觉得很安全，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就会觉得很安心安稳，也会觉得生活更有希望，也会变得更加的积极。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是自己吸引来的，就让这个混乱的世界变得有秩序有逻辑，人就能获得心理的安全感。当然从理性上来讲这确实有点简单化了，但是其中有一些确实是被心理学验证过的，比如说选择性注意，就是你越关注什么就越能看到什么。像准备怀孕的人就会突然发现，周围原来有这么多的孕妇啊，以前都没有发现。而当你真心的想要成功，你也会更容易发现成功的机会。也就是说，吸引力法则在心理层面确实是部分成立。而吸引力法则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反复以不同的版本出现，不是因为它揭开了宇宙的秘密，而是因为它满足了人类最深的心灵需求，就是在无法控制的世界里，依然相信自己有力量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这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人类最害怕的就是无序，就是那些没有规律的、没有理由的、没办法去解释的事情。就比如古代的时候，人类害怕洪水，害怕泥石流，就会立山神，然后害怕干旱就立龙王，因为他是雨神嘛。然后就连瘟疫都得供一个瘟神，送瘟神。就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把这些没有规律的事情变成有规律有规则的。当然人类制定的规则就是我听话，我祭拜你，你就保我平安。虽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但至少是心安了嘛。那三体的外星人为什么要来占领地球？就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是彻底无序的，他们的太阳是没有规律的，有时候连续几个世纪都非常的平稳，有时候又突然高温突然冰封，三体人根本不知道下一次灾难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他们只能在太阳靠近的时候就把身体里的水分抽干变成干湿，他们叫做脱水。他们没有白天和黑夜的这个规律，也没有季节，更加没有稳定的气候，就连明天都是不确定的，就那种世界就是绝对的无序，所以他们只能逃离他们的星球。
我其实是先看了《命运》这本书，然后再去看的《吸引力法则》这个纪录片。那个时候我正在创业嘛，就是心里还是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压力很大那个时候。然后就看到《命运》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觉得我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秘密。然后我也照着吸引力法则里面写的方法那样，就把我喜欢的房子呀、车呀，还有就包括希望自己有多少存款，就用那个美图秀秀就 P 出来，然后就打印出来贴到愿景板上，然后每天盯着看的时候就想象自己已经拥有了一样，就也贴了我创业成功的画面哈，就满怀憧憬的去幻想我接下来的人生。但那年我创业失败了，然后就生活完全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走。不过我还是相信吸引力法则的，只是后来才知道当时是方法没有用对，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说。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就特别的迷茫，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要不要有梦想有愿望，到底要不要做计划。不做计划没有梦想追求，就感觉自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但是做了计划有了梦想，现实又根本不会按照我想的来，就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事情。然后呢，后面我就发现了一个人，他觉得他的人生太累了，于是就决定干脆彻底放弃努力和控制自己的人生，也不去计划未来梦想，就是生命给他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人的名字叫迈克尔·辛格，就是施瓦辛格终结者那个辛格哈。辛格呢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超级优秀的大学生，就是学霸那种，然后他非常的完美主义，就什么都想要控制，这点跟我就特别像。然后但他发现呢，他越努力就越焦虑越痛苦，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让他痛苦的根本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他脑子里面那个不停喊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要控制一切的声音。然后为了让那个声音消失，然后辛格就开始冥想打坐。但是他发现他越是努力做些什么想要那个声音消失，然后那个声音就越是喋喋不休。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就是他突然发现那些不断的在说话的声音其实不是他是听那些声音的人。然后他就为他的这个想法感到特别的震惊，然后那段时间就特别的兴奋，然后兴奋到他当时做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他不管遇到谁都讲他这个发现，然后他甚至在课间的时候就去找当时一个很有礼貌但是就是很冷淡的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教授，就给那个教授说，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流利的使用一门语言了。然后那个教授就一脸懵的看着他，然后辛格就说，我们的脑子里面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声音，他一直在说话，说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要干嘛。然后他说如果这个声音能用西班牙语说的话，他又立刻能听懂，那他就是西班牙语很流利的人。但如果他要把它翻译成英语才能听懂的话，那说明他还不够流利。我在想，我脑子里面那些想法如果能用英语说，然后我都还能听懂，那我英语真的就是很好了。然后那个教授就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礼貌地说有点意思，然后走了。估计那个教授觉得辛格可能不太正常。然后辛格有了这个发现以后呢，他就开始研究这个现象，他每天打坐几个小时，就只去观察自己的脑子里面到底在说什么，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慢慢的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他就花钱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呢在2片树林的中间，然后呢他就搬到那个地方，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然后每天就是冥想、读书、写日记，然后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说在这里就真的变得非常的超脱世俗，成为绝世高人他发现他在冥想的时候状态真的特别的好，但是他停止冥想以后，就是站起来，然后以后脑子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就都会回来。他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某一天他突然发现他这样是错的，就他要做的不是说让自己的思想安静下来，就是让自己完全没有思想，进入那种放空的状态。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放空，永远在冥想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责任，生活、工作、家人，这样一味的让自己冥想放空的话，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在逃避。他应该做的是搞清楚为什么脑子里面会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他就发现脑子里面的想法其实可以分为2个，一个是我超喜欢这个，一个是我讨厌这个。他发现他越喜欢某样东西就越害怕失去它，
越讨厌某样东西呢，就越害怕遇到它，而这种喜欢和讨厌就是他所有脑子里面焦虑、恐惧、控制欲的根。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再理会这种来自于偏好的声音，就是不管脑子里面说我超喜欢这个，我一定要得到那个，他都不去动。他开始练习放下执着，然后他不再刻意的就是专门打坐啊、冥想啊，去追求那种宁静，而是让所有的一切都自然的流动。每次他发现脑子里面那个声音又在说啊，我要这个，我要丢掉那个，然后我喜欢这个，他就只是说哦，又来了。后来辛格发现啊，当他不再去跟脑子里面那个声音打架的时候，世界好像慢慢开始顺了起来。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很深的道理，就是他能控制的其实什么都没有。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不再让脑子里面的想法控制他的人生，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他都说是，都接受。他称这个实验呢叫做臣服实验，后面还写了一本书，就是他不再逼着自己一定要努力获得成功，也不去追求什么东西，他就是想看看啊，他不努力的要做什么事情，不努力的非要获得成功，要获得快乐，也不去干涉命运，就只是顺着生命流动，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有点像是把自己的灵魂先从身体里面调出来，就看看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到底会发生什么剧情，经历什么样的人生。这个很有趣哈，我之前看那个你的名字那个电影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有一个人突然穿到我的身体里面，他会过什么样的人生呢？命运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安排呢？然后接着说哈，就是辛格灵魂托管以后呢，就发生了第一件事情，他的一个朋友来请他帮忙代课。他第一个反应是不行，因为他不喜欢在人群面前讲话，他就有点社恐嘛。但是这个反应呢，是他脑子里面的那个声音说的，不是他。他就意识到这可能是命运的剧情安排，他要练习这个臣服实验嘛，就是对一切说是，不管发生什么，灵魂暂时托管。于是他就去了，结果那堂课居然爆满，学生们都非常的喜欢他的讲法，然后学校还请他继续讲下去。他本来根本没打算当老师，但因为一个说是，他成了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讲师之一。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命运又有了新的剧情安排，就又有一个新的人物出现了，他的一个朋友来找他帮忙写程序。但是辛格其实完全没有学过什么软件开发他只是说出于好奇买了电脑来研究。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是70年代末，电脑还特别的新奇，所以他的朋友就以为他会电脑，就也会程序什么的。不过虽然他不会，但他现在是灵魂托管的状态嘛，就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他都只能说是。然后他就笑着说好啊，他本来以为就只是帮这个朋友做一个小东西，结果写着写着，结果发现自己居然还挺有天分的。他写的程序不但效率高，还非常的稳定。然后这个项目做完了以后呢，他的朋友就拿去展示，结果就被当地的一家大型的医疗机构看上了。然后对方说这个系统太棒了，我们的医院也需要。于是辛格呢就又被邀请去帮他们改进系统。然后因为他还在灵魂托管嘛，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只能说是。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越做越大，医生、医院、诊所都来找到他，就到后面就问他能不能直接就帮忙做一个病人的管理系统。辛格根本没准备创业，但是命运不断的给他新的剧情嘛，然后他会发现他如果要做这个病人管理系统，就不得不组建团队，注册公司。这家公司后面就叫 Medical Manager。 这家公司做的事情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帮医院和诊所把病人的账单药物还有预约系统都数字化。听上去很无聊，特别是我们现在觉得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简直就是划时代的创新。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刚刚开始就是用电脑来处理医疗记录，几乎没人做得出来。结果呢，他的公司一炮而红，辛格的系统几乎成了美国的医疗行业标准。他的公司也在后面成功上市，市值上亿美元。但这件事情最神奇的是，还记得吗？辛格最开始没有想要成功，也没有说要赚多少钱怎么样，甚至连大学的老师都没有想过要当。他甚至在公司最赚钱的时候依然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打坐，不参加社交，也不参加商业会议，甚至拒绝别人叫他老板。他说他只是对生命说是，然后生命就给他写好了后面的剧本。后面有记者采访他，就问他事业这么成功是不是因为他特别有商业天赋。辛格只是摇头说不是他创造了这一切，是生命自己创造了这一切，我只是没有挡在他的前面。
然后随着那家公司的崛起，辛格的人生进入了别人眼中最光鲜的阶段。有公司上市了，市值也上亿美元，他被邀请去做演讲，去做杂志封面，去上电视节目，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成功了。你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吗？那可能就是一个童话故事了。命运给了他新的剧情。有一天 FBI 的人突然出现在了公司门口，他们拿着搜查令，就说他的公司涉嫌金融诈骗，然后整个公司的人都慌了。媒体开始报道他们公司操纵股价、虚假账目，然后电视上啊、报纸上啊，到处都是辛格骗局的信息。几乎一夜之间，辛格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变成了一个被调查的罪犯。他公司的股东和合伙人都慌了，因为怕被抓，有的人就逃走了，有的人呢就指责辛格的公司名誉钱一下子都没有了。别人都在恐慌、辩解、愤怒，就是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嘛。然后辛格做了一件让大家都看不懂的事情，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他不管是在公司最辉煌的时候还是说现在这种时候，他都还是照样每天打坐，照样冥想，每天去公司。他的朋友都劝他，让他反击、举证抗争，但他只是平静地接受一切发生，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接受去帮朋友讲课一样。对他的审判呢，持续了好几年，他在这期间呢就被传唤质疑，然后被大家嘲笑，但是最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他完全无罪。就这件事情是他们公司内部有人造假，然后被 FBI 牵连，然后辛格本人从头到尾干净的像一张白纸。不过这件事情呢，让辛格对这个沉浮实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本来他以为对生命说是为了让生命顺利嘛，结果他发现其实真正的意义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不对抗生命。庄子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掉到了激流里面，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结果他自己从瀑布底下游了上来，别人就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只是没有和水对抗啊，就顺着他的势顺流而下而已。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无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接受一切的发生。辛格对生命说是，也是接受一切的发生，就是不去控制自己的生活。然后看了他的故事呢，我才领悟到为什么我之前的吸引力法则失败了，因为我太努力、太迫切的想要控制一切了，就是控制结果。我连我要怎么成功，要怎么赚到钱，然后怎么去赚到每一笔钱都要去控制，而那么努力、那么用力的背后其实是匮乏、是缺乏，像很口渴的人说想要很多水一样，但宇宙其实不会听我说了什么，而是看我的能量是什么。匮乏呢，也就是告诉宇宙说我没有，而宇宙自然也回应好的，你没有。所以吸引力法则说的就是去感受自己真正拥有了一样，我并没有做到。我的能量是我没有，而且我还非常渴求。然后后面呢，我开始就不再去努力的控制我自己的生活了，就是只是对生活说是，灵魂托管，让生命自然的流动嘛。我只是顺着水流，看命运最终会流到哪里。而当我真正只是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接受一切发生，不去控制结果以后，我的心态和能量也非常的平和放松。而这种放松呢，反而就是真正的拥有，而不是幻想自己拥有。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给了我非常大的惊喜。那为什么叫灵魂托管呢？其实也就是责任托管，让你真正的看清楚人生的真相，就是灵魂托管状态。就是无论你是否托管，你都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那你又有什么好痛苦、内耗、悲伤的呢？就是无论好还是不好，都不是你能控制的，那自然也不是你的责任。大家都在说要努力学习，努力考上好的大学，努力工作，争取升职加薪，努力健身减肥，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拼命努力以后，你会发现生活命运从来不会按照你计划安排的来，总是有很多意外不可控的事情发生。有的事情就是很无能为力，然后把你的计划全部打乱，但也有的意外反而给了你特别的惊喜。人生就是一场已经拍摄好的剧本，这个身体是装载你灵魂的容器，就像游戏的穿戴甲一样，对剧情说是，对生命说是。看看生命的剧本到底会带你走向哪里，你唯一真正可以做的就是尽情的去体验和感受，不去在乎结果，控制一切，只是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其他的交给生命自然流动。
当然，在这里我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对灵魂托管有一个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以为灵魂托管就是被动的接受一切，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注视着这一切，但不是的，它真正的核心是放下对生命的控制，信任生命流动的方向。就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你遇到了职场霸凌，或者有人欺负你、误解你，甚至是对你造成了精神或者是人生的一个伤害。如果不知道这个误区呢，那么很容易就觉得接受一切发生嘛，那不成了窝囊废了吗？灵魂托管真正的意义是让你清醒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不要遇到什么挑战变化呀，或者是什么未知，第一时间就是去害怕、去恐惧，然后去跟它对抗。它真正指的是心理的开放，而不是现实的屈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哈，就比如我们遇到了创业失败、失业或者是什么困难，灵魂托管就是接受现实，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停止抱怨，然后委屈，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模式里面，而是去观察这次经历是为了教会我们什么，或者这次失败只是为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做铺垫。大家知道所有的电影主角在成熟变得强大之前都会经历这么一个时期的，也就是对成长说是。又比如说遇到霸凌、暴力、伤害，这个时候应该立刻保护自己，报警，远离施暴者，寻找帮助，这才是对生命说是。因为生命在那一刻给你的信号就是这个是危险的，立刻离开。如果没有了解这个误区，那么以为灵魂托管就是被动的接受一切，那不是臣服，那是自我背叛。而事后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人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命运的，就接受这件事情发生，不去对抗，也不去让仇恨吞噬自己，就还是继续积极的生活。最后，世界很大，有趣的事情很多，自己能想到的事情，就是想要去控制的，其实是真的非常的小。不要挡在命运面前，不要去控制未来，也不要给你的人生设限。灵魂托管，尽情的去体验感受吧。也许真正的奇迹，永远发生在你放弃控制的那一刻呢。哇哦，哇哦。